今天我们来继续进行 Kali Linux 渗透测试第17章的内容。我们这一章给大家介绍的是 Metasploit。那么在开始正式内容之前呢，我先来一个新闻插播。为什么要插播呢？因为就是在昨天，我刚刚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新闻的标题呢是说 Metasploit 被发现了2个远程代码执行漏洞。就是可能刚接触安全这个不久的同学呢，会如果看到这种新闻呢，可能会觉得有点迷惑。那么 Metasploit 呢，它本身是一个漏洞利用的这么一个框架性的软件。那么包括除了 Metasploit，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安全方面的这个软件，就功能目的全都是为了安全，实现一些安全目的来设计的一些软件，比如说杀毒软件，比如说像防火墙这种的，防火墙内部也都是有它的这个软件系统的，所以我们说这些个出于安全目的，甚至像 Metasploit 这种，我是来利用漏洞去实现对其他机器的漏洞利用，然后进而控制其他机器的这种攻击别人的工具。那么其实说到底呢，这些东西它都是软件。那么既然是软件的话，那么就一定或多或少的都有可能存在一些个安全性的漏洞。那么无论它的目的是说我是来维护世界和平的，还是说我是来这个我的任务就是来攻击别人的，像 Metasploit 这样，我的目的就是攻击别人的漏洞，我去发现别人的漏洞，去利用别人的漏洞。那么它是以一个攻击者、执法者甚至一个打手的形象出现的，但是打手也有被人打的时候，就是打手也有弱点。那么再高武功的人呢，他的武功也会存在某些个弱点。那么你只要找到了那个弱点，那么就可以一招将其这个制服。那么像 Metasploit 还有之前我们也应该这个新闻报道过不止一次的这个杀毒软件本身存在漏洞，可以被恶意软件去攻击和利用。所以今天为什么要插播这个呢？就是原因在于说想让大家这个明确一个观点，就是大家都是软件，不管你的这个软件的目的是什么，你是来维护安全的，还是说来这个攻击别人漏洞的，那么大家都是软件，只要是软件，安全面前软平等。我们这儿不说人人平等吧，我们说软平等，每一个软件都是这个平等的。你可能有漏洞，那么它也可能有漏洞，就像执法者也可能犯法一样。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漏洞的软件。那么既然 Metasploit 被发现了漏洞呢，那么但是这个我们这门课程肯定还是要讲下去的，因为这个所有的软件都有漏洞，而且这个发现的这2个漏洞呢，也是存在于 Metasploit 的这个Web 组件方面的，2个漏洞都是存在于 Web 组件方面。那么既然是 Web 组件方面的话，其实它是对我们现在授课讲的使用的这个 Metasploit Framework 这个版本 MSF 这个版本的 Metasploit 是没有影响的，因为我们之前介绍 Metasploit 版本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说得很清楚， Metasploit 有4个版本，那么其中2个版本是在 Web 界面的，那么像 Metasploit 这个 Community 就社区版，还有它的 Pro 版，那么这2个版本是有 Web 界面的，所以Express 版也是有 Web 界面的，那么是三个版本，那么三个版本，那么这3个版本呢都是有这个都存在这个 Web 组件方面的这个漏洞。好，那么这是做一个新闻的插播，然后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这个什么软件都有可能出漏洞的，包括像防火墙也可能存在漏洞，成为被别人利用攻击你内网的一个跳板。那么这种事儿都不好说，所以大家对安全一定要不要过分片面的相信某一个安全厂家。那么好吧，那么这个我就不把话题扯更远了，不再延伸了。我们回来继续看今天
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课程之内的内容。好，那么今天呢，接下来的内容呢，我要给大家讲的是社会工程学。那么，这个又有点跑题儿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一章不是讲Metasploit 吗？我突然间又跳出社会工程学来了。那么刚才插播了一个新闻，那这是另外一个新闻吗？那么，它并不是另外一个新闻，而是正是我想要给大家说的这个课程的内容。那么为什么要在这儿谈社会工程学呢？也就是这个 social engineering。社会工程学呢，之所以要在这儿谈社会工程学，就是因为我们这一章介绍的是 Metasploit 这个软件，而 Metasploit 我们说它是一个渗透测试的一个框架，那么利用这个框架，它可以做渗透测试过程中很多的工作，其中也包括说做社会工程学类的这种攻击的这个实践的场景，那么我们都可以拿 Metasploit 来实施我们的社会工程学的攻击。那么而且呢，另外其实这个基于 Metasploit 还有另外一位这个安全界的一位名人，叫做这个David Kennedy， 就是大卫肯尼迪。那么这也是现在美国一家安全公司的一个老大吧。那么他和他的这个团队开发了一款工具，叫做 SetToolKit。那么这款工具呢，它就是严重依赖这个 Metasploit 的能力来实现的一个社会工程学的这个工具包。这里面呢，这个 SetToolKit 呢，实际是 SE 呢，其实就是这个 social engineering， 就是社会工程学这两个英文单词的简写。然后这个 Toolkit 呢，就是工具包，所以它就是一个社会工程学工具包。而这个工具包本身就是大量依赖了 Metasploit 的这个功能，有一部分是它自己的这个独有的功能，和 Metasploit 没有关系的，但是其中大部分的这个 SetToolKit 的这个功能都是依赖这个 Metasploit 的。那么它是把 Metasploit 这个payload， 然后这个漏洞利用等等这样的一些能力，把它给组织在一起，然后结合组织到一起之后呢，结合我们在做社会工程学的时候给别人发钓鱼邮件，然后发这种这个有这个漏洞利用代码的这个 payload， 这个要发这种邮件，要发这种文件的时候，结合这个社会工程学的这种场景，然后把这个整个社会工程学这一套要做的事情，就是先准备好这个 payload，然后再以某种方式把它发给别人，那么他就把整个的包括发给别人被利用这个客户端成功执行了我们 payload， 然后产生反弹 shell 之后呢，那么 SetToolKit 这边也包含说你反弹的 shell， 我在 SetToolKit 里面也这个可以直接把你反弹的 shell 给你接收到，启用真听。当然这些启用的真听的这些所有的功能呢，都是调用 Metasploit 来实现的。其实我个人觉得呢，这个 SetToolKit 呢，它的价值所在。那么虽然现在网上其实大家如果去找的话，有很多的文章，有很多的人也在这个替 SetToolKit 去背书，去这个吹嘘它，说这个工具多么多么的强大。但其实说到底，它其中大部分的这个功能完全是 Metasploit 里面有的功能。我们之前的课程其实也都基本上都涉及到了相应的这些内容。我个人对 SetToolKit 这个工具呢，我对它的这个评价呢是，这款工具它把这个社会工程学攻击的这个流程给它穿线式的给它连接了起来，而不再像以前我们是这个分不同的工具，发邮件就去发邮件，然后这个搭这些伪造的网站呢，就是单独搭伪造的网站。那么 SetToolKit 是把这些所有的工作，这些零碎的多个环节，使用多个工具才能完成的这些个工作，把它结合到一个工具里面，我们点点鼠标，按向导式的选菜单就可以做完。那么它的意义所在仅仅在于此。那么我之前也听到过一些其他的同事或者刚接触安全的一些个小朋友说，这个 SetToolKit 那么有多么多么的强大。其实我个人并不认为它有多么多么的强大，而且
这个它本身这款工具 Cytookit 这款工具本身这个 bug 也是比较多，然后在很多场景使用起来并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所以我们可以基于这个工具的设计这个思路和理念，然后去丰富我们在实际要做社会工程学这种测试攻击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些个思路和方法。我们可以拿它的这个软件的设计思路来丰富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但是我个人觉得这并不是一款非常成熟的这个工具软件，它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好，那么比如说像我们之前给大家在课程里，在这一章的课程里面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用 Metasploit， 然后用里面的 AutoPump 这个browser AutoPump 或者客户端的那些个漏洞利用的这个模块，然后去诱使客户端来点击我们这些个含有漏洞利用代码的网站的时候，或者执行我们发给他的这个恶意的构造之后的这个文件 PDF 文件等等的时候，那么这些其实都属于社会工程学的攻击范畴。那么所以这个 Cytookit 呢，包括对社会工程学这一小节要讲的可能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但是我们还一直没有把这个社会工程学说单独拿出来给大家这个单独的说介绍一下，这个比较详细的从头到尾的介绍一下这种攻击类型的这个方式。那么所以在这里呢，这一章我就单独把它拿出来，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先把社会工程学的一些个基本的这个方法呀、阶段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介绍完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再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Cytookit 这个工具，那么看看它是如何结合 Metasploit 来实现各种社会工程学的这个攻击的场景的。好，那么要提到社会工程学呢，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呢，也多年来这个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可能大家不太这么称呼了。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很多年里面，大家一直称呼这个人是世界上的这个第一黑客。那么他也就是这个鼎鼎大名的凯文·米特尼克。那么他写了2本这个最著名的书，我相信搞安全的人可能大部分人应该都看过吧。就是一本是这个欺骗的艺术，一本是这个入侵的艺术。那么他这2本书里面呢，尤其以这个欺骗的艺术，这个 Deception 欺骗的艺术这本书，那么这本书里面其实有中文译本，但是我在做这个 PPT 的时候没找到它中文翻译版的这个书的这个封皮的图片，所以我就找到了一个它英文版的这个图片。那么大家去网上找一下，那么这是很老的一本书了，那么有中文版的，很多年以前就有中文版的，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么这本书里面呢，虽然说它是这个讲计算机黑客的，但实际它里面的内容大部分都是说介绍这个社会工程学的。我个人认为这个人称凯文·米特尼克为世界第一黑客的话，可能不够准确，我个人认为是不准确的。那么我认为他更准确的说，应该是一个社会工程学的这个攻击大师。那么可能是他是这个社会工程学这种攻击方式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从他开始，就所有人都不敢小视这种所谓的社会工程学。以前很多人都会把社会工程学这个说成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一些个这个通过一些个小花招、小技巧、一些个小骗术，都是一些个这个称不上这个智慧、称不上这个大牛的这种技术的那种这个小花招，总之是不上台面的。大家都以前是把这社会工程学做这种认识的，但是后来呢，随着凯文·米特尼克他的出现，然后以及他众多的这个黑客事迹，然后最后大家慢慢的开始意识到，这个社会工程学也是一种非常厉害，然后危害可能还大于我们之前那些个技术性的这个黑客技能。所以这个大家对这种攻击方式那么产生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它的认识也上升了一个高度。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社会工程学。
对吧？社会工程学呢，它是由2个词组成的，一个是这个 social 就是社会，还有一个这个 engineering 就是工程的意思。那么社会工程学呢，把它如果这2个词分开来看的话呢，我们说它是由社会和工程2个部分组成的。那么社会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就是一个社会化的动物，然后我们所有的人这个聚集在一起，每天互相进行各种各样的沟通，然后彼此之间有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交流的方式，以及这个一些沟通交流的一些规则和规范。那么我们所有的人在一起，以及我们彼此之间每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形成了我们之间的这个社会关系。那么如果要谈到社会呢，那么我最近这1-2年吧，对社会这个词开始特别感兴趣。那么也希望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单独去研究一下社会学。我觉得这么多的人在一起，然后他们可以这个相安无事的聚集在一起生存，然后还可以这个共同协作去创造这么宏伟的现代的这种文明，然后发展这么多的这种行业和这个不同门类的科学，以及各种商业。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人类社会里面的一些个组成的元素和成分。所以其实研究社会的话，我觉得应该研究社会这个人类的这种集合体吧，那么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非常这个有挑战的这么一个领域。如果把这个社会学研究通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人的能力比作为一个简单的计算机黑客的话，那肯定是要高级很多倍。那么如果你能够把握准这个社会未来的发展的走向，社会发展的规律，如果你能探寻其中的一些个规律的话，那么将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事情。包括这个国家政体，那么它会如何去调整它的政策，去面对这个普通老百姓，然后如何促进经济，然后遇到这个关键的国家层面的这种一些个危机事情的时候，然后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怎么样去引导这个民众的这个情绪和这个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等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而且诱人的这么一个领域。我有生之年，我应该是可以肯定的说，是我肯定是研究不了那么深入的。但是呢，我能够看得到这个社会学它所包容的那么庞大的一个知识体系，那么那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一个知识体系，在我看来，我可以看到它的迷人之处，但是我肯定是我个人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精力去研究的那么深入了。这算是我个人的一个向往的这么一个爱好领域吧，但是可能没什么时间去研究它。好，这是我们说的社会。那么既然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组成了这个社会的话，那么在这个社会里面最重要的这个组成的细胞元素单元，也就是我们每个人。所以你如果了解一个人的情绪，然后了解这个人在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他会采取怎么样的一个态度的话，那你有可能就会在潜移默化之中去操控这个人。那么其实我们说这个社会工程学的这种攻击方式呢，也其实其中就包含了这个元素在里面。那么通过人和人的沟通，我如果能操控你的行为的话，那么我利用跟你沟通的这些话语、语气，甚至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表情、一声叹息，都可能影响你的这个个人的情绪，然后就可能让你去完成我想做的那个事情的目标。比如说我通过跟你沟通、跟你聊天，然后让你觉得我是可信的，然后最后我取得你的信任，取得到什么程度，说你把你的所有的财产都给我，然后你这个特别高兴的、欣然的就把你所有的资产都给我了。所以如果能达到这种目的的话，那么我们说不能简单的将其理解为是一个骗子，那么这可能是一种更高级的对人的对社会的一种研究。当然我们要警惕这个东西，我们不能把它做
作为一个研究社会工程学的一个这个目标，说我就是为了让别人把他的钱交给我，这个没有任何回报的这个交给我，那么这个目的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就从一种技术性的角度去研究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迷人的一个技术领域。我把它称之为技术领域吧。好，那么工程的话呢，我们近代社会这个最伟大的一个发明，我觉得就是这个所谓的工程化。那么现在的这些个，包括现在最火的这些手机啊、什么汽车呀、什么物联网啊，都大量的集成的这种工程化的思想在里面。那我们这个如果是把它打回本源一点的来看的话呢，那么工程其实就是依据标准的步骤来完成一个指定的目标，来完成这个一个一个的任务，然后最终达成我们最终那个目标的那么一套方法。我们说这是一个工程。那么如果把社会和工程放在一起呢，那么通过人和人的这种交流，然后你或者使用欺骗，或者使用情感的这个抚慰等等等等各种这个手段，不一定非得是负面的。当一个人情绪如果不好的时候，那么如果说你能通过你跟他的这个社会工程的这种交流的话，然后将他的情绪变好，让他又重新对生活充满信心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好的这个社会工程。那么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叫什么心理专家。那么我觉得心理专家某种情况也是去了解人的内心，当然他研究的领域会比较，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小，只是研究人的这种个人内心啊、情绪啊，但是他对整个社会的这个大的这种关注，可能我个人觉得不够吧。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对那个领域了解不够深入的一些偏见，那么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那么在我们计算机领域里面说到的这个社会工程学呢，那么就是通过人和人的这种交流，然后你使用一些个欺骗呢，甚至也不一定非得是欺骗，也可能就是一些个情感上的安慰的手段，然后总之或者把自己伪装成另外一个人，伪装成另外一个角色，或者伪装成另外一种这个态度，然后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呢，然后通过对方的手，不是通过我的手，我只是跟对方去聊天，那么通过对方的手来帮助我来实现去绕过目标系统、计算机防护等等这样的一些个这个安全检测机制，绕过它之后，然后实现我最终对计算机系统对信息的窃取，然后对系统的控制等等这样的这个目标。当然整个这个过程呢，可能都是由我跟我交谈的这个目标这个人，他去帮我一手操作一手完成，甚至他会帮我去促进这件事情。我个人呢其实完全没使用什么技术性的这个手段，最后这个人当把所有的这个系统权限都搞好之后，最后他把他的账号密码或者是银行这个账号密码就直接告诉我，这是账号密码，你拿去用吧，就最后达到的结果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试想一下，我们之前研究那么多的技术，研究那么多这个生涩的技术名词，最终的目的不就是想拿到目标系统的信息，拿到目标系统的管理权？那么如果说我们什么技术都不用研究，你跟人聊聊天，他就直接把这个目标系统的这个管理员、数据库的账号密码全发给你了，那你不是也达到了同样的目标吗？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社会工程学这种攻击方式。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关键和妙处啊，这个我是在通过读米特尼克的这个欺骗的艺术的时候才体会到其中的这个魅力的。但是我个人肯定是这辈子是做不了这个一个渗透一个社会工程学的这个渗透测试者的。那么因为我个人和人的这种交流能力，这个我们搞技术的可能都比较偏弱一些，然后如果是一些搞销售的，或者是一些个搞什么心理研究的这种，就是对人的内心活动、对人的表情、肢体语言等等这方面研究的特别深入的话，那么他们应该是非常适合做这个社会工程学攻击的这个人选。我个人肯定不是这方面的一个
这个擅长者。当然我只是这个从技术性的角度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社会工程学它可能的魅力的所在的地方。希望如果感兴趣的同学呢，可以去如果你们有这样的基础和潜力的话，有这样的天分，那么你们可以去在这方面去深入研究一下。那么在这里我也推荐大家去读一下凯文·米特尼克那本《欺骗的艺术》。那么虽然年代很久远，这个场景也和我们现在社会已经相去甚远，但是这个它所体现出来的那本书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方法论和这个原理性的东西，我觉得还是相通的，大家还是可以去读一下。那么读完那本书，你可能对凯文·米特尼克就没有那么崇拜了，但是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大家自己去判断吧。我个人还是觉得很受教的。然后我们看下面就从这个纯技术性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社会工程学吧。那么一些个比较这个权威一点的书籍啊，或者杂志啊，或者期刊这个资料上面吧，那么会把这个社会工程学大概分成这么4种方式，四个阶段。那么这4个阶段其实也是不是一个就是标准化说国际化标准性的这个4个阶段，没那么严重。它只是一些个可能很多人都认可的这么一个4个阶段的划分方式，但它并不是什么标准。那么大部分人吧，很多人都把这个社会工程学呢分成这4个阶段，也就是第一阶段叫研究，第二阶段叫钩子，第3个阶段叫下手，第4个阶段叫退场。那么这4个阶段呢，是我在一些英文资料上看来的，然后我个人把它给这个翻译过来的。所以翻译过来呢，这些用语用词上面可能是我个人的这个使用习惯，它不是这个4个阶段本身就不是什么标准的东西，不是标准化的东西。然后这个翻译这些用词，这个用语，这些也完全是我个人的这个一个语言习惯，也不是一个中文的标准的翻译。所以中文的标准翻译，我相信现在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标准的翻译。所以这个大家要清楚，不要拿着这4个阶段说第一个阶段就叫研究，第二阶段叫钩子，第3阶段叫下手，去跟别人去 PK 这个概念去，这个没有任何价值。大家只要理解这4个阶段都这个社会工程学攻击在这4个阶段都做什么事情就 OK 了。所以不要把概念性或者这个定义性的东西给它这个死板教条化，那么这个是不好的习惯。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叫做研究。研究的阶段呢，其实就是通过各种信息收集，然后确定一个因为社会工程学是跟人去交流沟通嘛，那我第一个阶段，我通过研究想达到的目的就是确定我要跟谁去做这个沟通，去做这个交流。那么首先我就得做信息收集，那么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说渗透测试第一阶段也是做信息收集。那么信息收集也是像从对方的网站上，或者是这些公开的媒体，或者是你这个公司的这个垃圾桶，甚至你自己家就是个人家庭的垃圾桶。比如说你确定了这家公司你要渗透的，然后你想做社会工程学，找到了一个关键人，这个关键人如果你觉得能够操控他的话，那么你就可以顺利的拿下这个目标系统的这个所有的控制权，或者是一大部分控制权，或者给你打开一扇门的话，那么你就要盯住这个人，甚至去跟踪到他们家的这个门口，然后在他们家的这个垃圾桶里面去翻一翻，他今天从他们家丢出到垃圾桶里头有些什么东西，通过这些东西能够判断说这个人最近是身体生病了，还是对什么东西比较感兴趣，还是这个生活偏好上最近一段时间对什么比较感兴趣。那么通过收集这些信息呢，你就会了解这个人，然后对这个人有一个比较准确一点的判断。比如说你发现这个人一直订这个足球报纸啊，你可能就猜测这个人是一个这个足球球迷，然后你在跟这个你在研究阶段准备说我要回头正式跟这个人沟通的时候，那么我就要准备一些足球方面的一些基础知识，然后可能通过你收集这些信息呢，就发现这个人对某某这个球队比较感兴趣，支持率比较高这样的。
或者对某个球星比较喜欢。那么如果了解到这些信息，那么你也可以对这些相应的球队啊、球员啊去了解、熟悉一下，然后回头再跟他正式聊的时候，你可以说啊，我就比较喜欢谁谁谁哪个球员。他一听啊，他说我也喜欢啊，这样的话大家立刻有一个这个共识，然后就会有一种这个惺惺相惜的感觉，于是乎这个信任关系马上就会这个信任关系这个指数就会这个成数量级的成倍的去往上去翻。然后当然信任一旦建立起来的话，你跟他说什么他可能都会给你做。然后当然也包括一些个物理性的接触。那如果说你想对一个公司去做这个社会工程学的这种渗透的话，那么你在外界搜集不到信息的话，那你完全可以说我到目标这个公司里面去。那么在很多美国电影里面，这个通常会出现一些个一个场景，就是一个的特工，一个间谍假扮一个送披萨的。那么好像美国社会很多人都爱吃披萨，那么我们中国呢就可以说我是送快递的，送外卖的，送这个盒饭，送快餐的。那么以这种身份形象，然后去进入到这个目标公司。或者你就穿一身得体的这个办公室里面这个 office 办公室里面穿的这个一些个衬衣啊、西裤啊、皮鞋这样的一个装束，然后去跟着这家公司上班的其他的人群，就尾随他们进入这个办公地点。如果说这个安保做的不是特别的完善的话，可能我觉得大部分公司除了一些个神秘一点的这个注重安全的，像银行等等，他们会对门口这个门禁安保做的比较完善的话，那么其他大部分公司可能在这方面做的都不是很好。你可以很轻易的就尾随这个上班的人群，就混进这家公司，然后在这个公司的这个办公场所里随便溜一溜、逛一逛，看谁的如果说这个工牌、工卡、这个门禁卡放在桌上没有拿走的话，如果这座位上还没人，那你顺手可以把它偷走，然后自己去复制一张这个身份卡，然后或者你直接把它挂到自己脖子上，就伪装成这个人。那么你在这家公司里，如果一家比较大一点的公司，有个这个上千人的话，那么你逛到一个办公区里头，大家都不认识你，这是很正常的情况，所以没有人会怀疑你。于是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更进一步的去收集信息，找到你想跟他聊天的那个人，哪怕或者说你可能都进入了这家公司之后，偷了一个这个身份的这个 ID 卡，然后挂在脖子上之后，直接就走到这个 IT 部门，这个进屋就朝这些 IT 工程师大发脾气，说你们这帮笨蛋，然后说那个我的邮箱又被锁定了，现在马上把我的这个账号那个密码给我重置一下。我刚才改完密码之后，我就登不上邮箱了，现在影响了我多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么这个 IT 工程师们都是些技术宅男，可能一看见这么大发脾气的一个人出现，可能都不敢问说您是谁呀？那么这个时候他完全就可以说我是你们公司这个新来的 VP， 我是一个这个2老板或者3老板。然后这个普通工程师一听这么大的人物出现在自己办公室里还在大发雷霆，那肯定说那您叫什么名字，我马上把这个邮箱账号给您重置一下，直接就把账号密码就给你了。当然我说的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这种例子，但是这完全更多情况下可能我们都是在电影里才看见，但这种东西完全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因为它就利用了人的很多的这个弱点和特性。比如说像这个 IT 工程师，你对他大发脾气的时候， IT 工程师其实在这个一般公司里头地位不是很高的，那么很多部门的人都会来找 IT 工程师，我跟你要的计算机怎么还没给，那我要你开到这个防火墙权限怎么还没开，那我跟你要部署的服务器你怎么还没部署好，那么什么应用怎么还没配好。就是 IT 工程师每天都疲于应付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些烦人的琐事。如果突然间再跳出个大老板大发雷霆的话，那 IT 工程师肯定什么也不敢说，直接就说你这个，当然大老板的名字是很容易知道的，甚至在街边上你跟他们公司的一个人聊一聊，然后说你们公司这个新来的 VP 叫什么呀，说叫张三李四，这个也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
然后拿到这信息之后，你就冲进去说我就是张三，然后这个我现在登录不了邮箱，然后这个我现在要跟美国那边开会，然后你们必须马上把我的这个邮箱密码这个给我更改一下。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例子了，或者说这个我现在马上要拿到这个线上数据库的这个管理员账号，那就比较严重了，就直接拿到线上数据库的账号，直接就把数据库给你当走了。所以这样的话呢，研究的目标都是说确定一个目标这个研究的目标人物。那么确定这个人之后，这个人可能会成为你成功进入目标系统、成功渗透目标公司的这些系统的这么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那么这个人呢，往往并不一定非得是说我们说公司的高层大老板，往往也可以是一个扫地的阿姨、扫地的这个，或者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这个都有可能。那么你要分析这家公司，它是哪种类型的公司，它的重要资产在什么地方，什么人可能会成为我打开这个重要资产大门的这个钥匙性的人物。那么这个在这儿呢，我个人这个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说去使用社会工程学的这种经验，所以就只能介绍到这儿了。然后研究之后呢，当研究最终的目的就是你已经确定了这个目标人，确定完了之后，然后下一个步骤叫做钩子。钩子呢，我个人觉得更准确一点的翻译呢，应该把它叫下套。就是我确定了这个人之后，然后我就要收集他喜欢什么东西，然后他的这个语境，他个人的语境，然后他的这个爱好等等信息都收集足够之后，然后我跟他做第一次的这个沟通交流谈话。一般来说不会是面对面的，因为我们做这个社会工程学，如果说你想入侵目标系统的话，还是尽量把自己这个渗透测试者或者自己这个攻击者把自己隐蔽起来比较好。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通过像这个电话，以前这个阶段呢，我们一直通过电话，像凯文米特尼克那本书里面，它大部分的这个社工也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电话来去简单的几句话，比如说就跟公司前台的这个小女孩就建立一个很好的这个关系，然后这个甚至承诺说这个明天我回公司我会给你带一份巧克力啊，这小姑娘一听非常非常高兴，就说那你需要我做什么帮助，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达成目标了。所以下套呢，就是先做第一次交流，第一次交流并不一定说直接是就可以拿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目标的信息，让他打开那扇门，往往只是第一次这个先混个脸熟，或者混个这个声音熟，就先说大家这个聊过天儿，先建立这么一个契机，基于这个基础，然后有可能一次这个成功的这个社工有可能会需要说1个月2个月的时间。比如说今天我打了个电话跟那小女孩说这个说啊我找前台的这个谁，小女孩说没有这个人呢，然后你可能就说啊没有吗？说这个我这个说你可以编造一些理由，说这个之前我还借了他这个3毛钱，我还没还给他的，然后说他可能离职了吧，前台的小女孩，因为前台换人比较快嘛，前台小女孩说啊我也是刚来1个月，我之前的人我也不认识你就可以说了，说那 OK 吧，可能之前那个前台的小姑娘这个已经离职了，但是你可以装一下，说这个他人特别好，之前经常帮我收快递啊，然后这个帮我这个订餐啊等等，说人特别好，然后说我现在听你的声音也很亲切，然后这个觉得这个你可能跟他一样好，等等等等，就说一些花言巧语吧，总之套近乎，然后这个跟对方取得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的这么一个语境。一旦这些这个前提搞好之后，可能一次就随便聊聊，第二次呢，下一次你又打过电话来，可能也不用说很多，3句2句，这个说我现在在外面出差，然后这个明天可能回公司，然后需要你帮我出这个去查一下这个什么回去我就要开会，说你帮我查一下公司这个哪个会议是有空的，然后他帮你查一下，然后说OK 谢谢，然后就完全是正常，似乎正常办公的这样一个这个情况，然后聊完之后你电话就挂了，也没有说更多的这个
就说你能不能帮我干点什么，你能不能把什么什么账号密码告诉我什么什么，就完全没必要提。这是这个阶段完全就是下套的过程，或者称为钩子，或者我们这个英文称之为叫做 hook。然后这个阶段，然后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之后，在下一个阶段才正式说今天我再跟他沟通的时候，我就要下手了。这个下手的目标就是要获取我要拿到的那个信息，或者是你帮我打开我想拿到那个信息，通往那个信息的那个大门的这个钥匙。拿不到那个钥匙，你也至少在我通往这个信息路上的这个中间给我开一个小窗户，我可以偷偷的爬进去。总之，这个你的这个目标人要在这个阶段，你要利用它完成你需要他做的事情。等等吧，总之还是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然后这方面我不是特别擅长的，大家就自己去发挥想象吧。然后最后，当你已经骗取他拿到了这些信息之后，然后最后第4个阶段退场的时候要从容淡定，不要慌张。如果说你一激动，说我已经拿到了这个我想要的信息了，然后啪嚓电话就撂了，对方就会很奇怪，说这个人一向都是很稳重、很有礼貌、很亲切的，然后这个怎么今天突然间话还没说完，我刚把这个账号密码告诉他就把电话给我挂了，这一下就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警觉，你的这个目标的这个警觉。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从容淡定，然后不引起目标怀疑的情况下，这个从容的离场，就是这个不带走一片云彩，挥一挥衣袖就拜拜了。好，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4个阶段呢，基本上都是一些我们说可以称之为叫做基于人的这个社工。那么基于人的社工呢，包括像什么伪造身份啦，然后偷听窃听啦，然后反社工啦，垃圾桶工程啦，就搜你们家垃圾桶啦等等这样的一些个这个具体的这个内容。那么然后像这个反社工这个我稍微说一下，就是当你哪怕说你通过这个下套那个阶段，跟这个你的目标人那么建立起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信任的基础，那么但是如果说当最终你要对他下手，要想让他帮你去获取你要的那个信息的时候，那么也有可能会那一瞬间就会引起这个目标人的这个警觉，他可能就会盘问你一下，说这个他可能就会有点怀疑你的身份，然后这个时候你要足够的淡定，然后编造各种各样这个合理，然后又情有可原的既合理情有可原，然后又有你的苦衷，你没办法自己做，需要他帮你做的这样一些理由。总之这个时候呢，他其实也会对你做一个社工，就你骗他，你想让他帮你做事，但是他警觉了之后，他可能反过来问你说，这个你是咱们公司人吗？那么你认识那个技术部的这个小刘吗？那么你认识这个财务部的小张吗？那么他可能会问你这样一些问题，所以你之前要对这个目标公司的，如果你已经拿到了目标公司的一份这个全体人员的这个名单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对你帮助就特别大了。所以说你认识这个小张吗？你这时候马上在这边电话不撂，然后这个跟他闲扯的同时就去马上搜一下，说这个公司这个财务部一看有3个姓张的，然后你就可以从容淡定的问他说，你说的是这个是张雪吗？还是张丽吗？还是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张霞吗？说你说的财务部哪个小张啊？说他们财务部有3个姓张的呢。如果这么一回答的话，那么你这个目标人肯定立刻就会对你的身份确信无疑，说你一定是我们公司的人，你连财务部3个姓张的，我才知道俩，你居然3个都知道，那么就对你的这个身份就没有任何的怀疑了。所以这是一个反社工的这么一个过程吧。好，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基于人的社工，那么这是我非常不擅长的这个方向。但是既然有基于人的社工呢，那就有这个基于计算机的社工。那么基于计算机的社工就是我不和你人去直接交流，但是呢我是通过计算机的手段和渠道，最终还是去这个和你人达到一个交流。我们之前说这个基于人的社工大部分都是通过电话，我们俩直接聊天，
但是基于计算机的呢，那我们就基于计算机上面运行的这些通信的软件，这个网络来实现社工。比如说你这个通过发一些邮件呢，就比如说一些个这个钓鱼邮件，然后骗取这个社工的目标人，然后他去点击邮件里的一个链接，然后一旦点击了，那么就跳到你的一个这个存有恶意代码的这个漏洞利用代码的这个网站上，然后一旦他点上去了，就有可能被这个攻击到。那么我看到过一份统计，就是一个网络钓鱼的这个攻击者，那么他对一家公司有500多这家公司有2000多人，然后他对其中500多个人发送了一封这个钓鱼邮件，然后500多人里面呢，大概有50多个人，大概也就是1/10的比例点击了这个邮件里面的他那个恶意的链接。但是这50多个人呢，他们使用的这些客户端软件里呢，这个有50多个人，但其中只有2个人是他们使用的软件是版本过低，然后是存在漏洞，然后当只有这2个人点了这个链接之后，他们的机器被控制了。所以这个比例大家需要去提前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可能对一个500人的2000人的公司发500封这个钓鱼邮件出去，可能只有1封2封是最终有效的。所以这个是完全正常的一个情况。你不要打算说我发1封邮件出去，这个他就得中招，他就得被我控制。如果他不控制，我就认为这种手段、这种攻击方式是无效的，是垃圾，是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那么有可能只是你缺乏耐心而已。基于计算机的像这种钓鱼邮件，那么这其实就是一种基于计算机的这个社工的方式。然后还有像什么弹窗，如果说你访问一个网页的时候，然后故意弹出一个窗口，这个窗口呢，有可能是说诱惑的，你点我，然后我就这个给你发100块钱，或者是也可以反其道行之，一种是这个甜的这种这个甜蜜的诱惑，说这个你点我就给你100块钱，或者说你的机器弹出一个类似于杀毒软件的红色的这个红色非常醒目的一个窗口，然后最好上面再来一点什么病毒啊、闪电啊那样的一些图标，然后只要弹出这样一个窗口，说你的机器现在存在高度风险，你必须点下面的一个按钮，然后你然后说点这个按钮，然后在线检查，查你的计算机，看是否有真的是这个已经中毒了，否则的话，你计算机有这个非常高的这个安全风险。那么这么一吓唬，往往比那种甜蜜的诱惑可能更有效。那么大家都会紧张，一紧张说那不行，我马上点这个按钮吧，一点有可能就中招了。然后还有一些个内部网络攻击，内部网络攻击呢，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出现在就是内部员工，有很多公司的内部员工由于对公司不满，然后一些个报复性的行为，那么他们也会通过内部网络去在公司内部，因为这个授信的网络环境里面，在公司内部发起一些这种社工的这种攻击的活动，然后当然这种就更容易得手了。然后还有像这个419尼日利亚骗局，这是一个也算挺有名的吧，一个这个典型的骗局。就是也是通过计算机这种工具，计算机通信这些软件通信工具，像什么即时聊天或者邮件这样的，然后这个发给你，这个声称他是你的某某认识的这个人，当然他是伪装自己身份了，伪装成这个你认识的另外一个人，说我现在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那么就是说我现在在尼日利亚，然后呢这个咱们是比如说大学同学，然后我现在在尼日利亚，然后我现在跟国内联系不上，我只能联系到你，然后我现在在尼日利亚，这个我生意做得很大，但是尼日利亚现在发生战争，然后这个国家进入这个紧急状态，把我的钱银行账户全给冻结了，我现在什么也拿不出来。这很容易理解，而且如果配合最近的新闻的话，比如说最近尼日利亚或者是这叙利亚，就假如说吧，我们换个场景，说叙利亚最近正在打仗，然后我在这儿本来做石油生意啊，就赚的这都赚的这个荷包满满的，然后突然间这个发生战争了，然后恐怖分子来了，什么这个伊斯兰国打来了，然后把我的所有的钱全部给冻结了，然后我现在没法取出来，然后咱们是这个老同学，然后你帮帮我，
然后这个说你先借我多少钱等等等等，或者是说这个我现在自己没办法操作，然后我把账号密码给你，然后这个通过你的银行账号，然后你帮我导一笔钱出来，说比如说我自己这个导不出来了，你帮我导一笔钱，说只要用你的银行账号就可以。然后这个时候就以各种各样这个情非得已的一些理由骗取这个对方的一个信任，然后最后在转账过程中呢，说这个转账得先交个什么手续费啊，或者什么保证金呢，然后才能完成这个交易。说这个说没关系，这个当你把钱全划到我的账上之后，那个保证金会自动退给你的。那就总之吧，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你熟悉的人，然后最近遇到了困难，然后博得你的同情，然后这个骗取你说你帮我转账，我是把我的钱给你，然后你去帮我转账，我是比较信任你的。但是转的过程中呢，你需要先交个什么手续费，先交个什么保证金。但是当你把这些手续费保证金先一交完之后，那么我就不需要你再给我转账了，就是我的钱是不会打给你，只有骗你把你的钱打给我所谓的那个保证金账号里面。所以这也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个叫419尼日利亚骗局。还有像这种短信诈骗，那么现在是这个在我们国内现在也是非常猖獗的这么一种这个属于基于计算机的社工，就是因为我是骗你人嘛。比如说我现在以这个法院或者是检察院等等的名义，说咵给你发一个邮件或者是发一个短信，这个短信里说你的银行账号，然后刷，还把你的银行账号说对了，说你的某某某银行账号尾号是1234的这个信用卡账号涉嫌这个经济诈骗。有可能这个卡的持有人呢，真就最近是有点这个经济诈骗等等的这个问题，或者是他没有经济诈骗，但他看到这个短信他也很紧张的，说现在公安机关要求你配合我们去调查，然后我们要这个冻结你的账号，但是为了证实这个账号是属于你的，然后呢你必须这个做一笔这个汇款，比如说5000块钱或者1万块钱，把这笔汇款这个汇到我们指定的那个就是我们这个银行，比如说我们法院或者是这个公安机关的这个账号上，我们确定这个账号是你本人拥有，然后这样去排除你的这个可疑啊等等等等，就编到类似这样的理由吧。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的，这个包括可能上个月我还在看新闻，还有一些骗子在用这种方法，而且成功的骗到了一些小女孩的这个钱等等。这些呢也都是通过计算机工具，那么我不和你直接人和人的交流，然后当然这个过程中也可以配合计算机和人的这个两种社工方式，就是你光收到一个短信，你可能觉得这个不确定啊，然后可能这个骗子呢还会再发给你一个说这个公安机关的这个电话号码，然后说这个你一打114一查呢，有可能这个电话号码还是真的，还是对的。然后你拨过去呢，反的拨过去这个电话号码，这个有可能现在有些个比较高级一点的这个黑客的话，那么他们有可能会篡改这个电话的线路，然后或者在你的这个计算在你的手机上面种一个木马，然后把你拨出去的号让你看着是这个拨往公安机关的，实际上呢是拨往这个黑客的手机上的，或者是黑客拨过来的时候，你不有手机来显吗？来显一看，那么这个拨过来的电话就是这个什么北京市人民法院的这个电话号，你一看这个电话号，哇，那和我114查出来的是一样的，那你就比较深信不疑了，于是乎你就很有可能很容易就被这个诈骗得手了。那么这种像拨进电话的这种说显示什么这个银行啊或者这个公安机关的电话的这种，就其实利用那个 VoIP 的网络，然后有一些很这个简单的软件在自己手机上去设置一下，你就可以冒充任何人的这个电话号码去给别人拨这个电话。所以现在对 VoIP 这块的管理，还有一些什么400电话的等等的管理，现在都是电信运营商他们该负起责任，但是目前做的都非常不好的这么一个现状，导致的这么多的这个诈骗骗局的出现。
那么骗子会利用你运营商现在已有的这些通信线路、这些通信基础设施上的一些个漏洞不严谨的地方，然后他们会利用这些漏洞去进行这种诈骗。所以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这种事情上是运营商也要负很大的责任的。但是因为运营商的这个用户太多，然后他们的基础设施技术有多年比较老化，因为垄断行业嘛，我都已经垄断成这样了，这个吃的这个腰肥体壮，这个满肚子流油的时候，我也不想去说更新我的技术，然后发现里面有什么漏洞，我把这个整个系统做得更好。运营商那么有钱了，这么垄断的企业，他没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利用这个现有的这个技术比较落后、漏洞一大堆的这么一个基础设施，然后说我只要能挣钱就行了，骗子也能挣钱，然后我也能在里挣钱，就是这么一个现状。好吧，那么我说这是大概一个社会工程学的这么一个类型吧，就是可以大块的这么来分的话，基于人的社工和基于这个计算机的社工这么两种方式。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说点具体的，就是你说了基于人的，那么基于人的呢，我就没办法在这个课程里面给大家做更多的演示了，而且我个人也不是特别擅长去这个忽悠别人、去骗别人。然后这个基于计算机的这种这个社工呢，那自然要利用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社工的工具。那么你完全可以自己去打造这个社工的这个过程，就是说你先做自己写一个病毒，写一个木马，写一个 RAT， 然后呢这个写好之后，然后给它做免杀，然后完全是自己独立的，就是使用不同的工具手工去做，做完之后，然后再这个去收集别人的信息，然后再编造各种邮件，说你看看这是这个幼儿园的比如说这个假扮幼儿园的老师说这是这个我们幼儿园全体同学的这个照片发给你了，你看着好像是个照片，实际一打开，哎，中招了。或者说这是我们幼儿园的网站，发给你，你点，哎，中招了。所以就你完全可以就是发邮件，也用这个自己新的单独搭的邮件服务器，然后这个客户端也用自己单独做的客户端，然后这个病毒体这个木马也是自己去编译、自己去做，完全可以分着来。但是在这个因为这样做会比较效率低嘛。而且这一章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 Metasploit， 它是一个渗透测试的这个漏洞利用框架。那么既然是个框架，它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漏洞利用的模块，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漏洞利用模块集成进来，做这么一个软件，说该上 Metasploit 里面拿漏洞利用模块的时候就去拿来之后，然后怎么发给谁，然后这个回头怎么诱使别人去点我等等这一系列过程，如果都做成一个软件来帮我们实现整个这个过程的话，也是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做渗透测试去这个骗别人上当的这么一个效率吧。说这种效率感觉很怪怪的，总之也是一个效率问题吧。那么这样的工具呢，那么其实还在现在目前业界里面并不是非常多见，因为社会工程学这种东西本身就不是一个说安全性上面需要的东西，它只是让我们做安全研究的人员能够了解说那些作为黑客、作为攻击者，他们这些个人在做社工的时候，他们的思路是怎么做的，大概这么一个流程。所以从技术研究的角度，这个大卫肯尼迪先生然后这个设计了这么一款软件，那么叫做 Social Engineering Toolkit， 就是这个社工工具包。那么这款工具包里面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它完全是一个菜单驱动的这么一款工具，我们完全就可以利用这些工具里面，我先做什么？先做一个病毒，做一个木马，做一个这个远程的这个 payload， 一个 shellcode， 做好之后，然后这个怎么发给对方，是把它生成一个文件发过去，还是这个
作为一个邮件附件发过去。那发的时候，我指定一下我的这个用哪个邮件服务器，然后这一系列的过程都不需要你单独说打开邮件客户端什么的，它都在这个软件里就可以帮你直接去完成。最后当这个整个这个流程操作完成之后，你最后一回车说 OK， 那么这个邮件就已经发出去了。所有这些动作从生成这个木马呀、病毒体呀，到最后说把这个邮件把它作为邮件附件发出去，或者是生成一个这个伪造的这个网页页面，然后把这个 URL 地址发出去，告诉对方说你来点我。整个这过程这一系列的活，这一系列的操作就都在这一个工具里面去完成。这个思路我还是说的是挺好的，但是这个软件现在本身写的呢是有很多的这个 bug 的，然后运行起来经常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也懒得去这个找根源去修理它，然后一旦出现问题就基本上就不用它了，就自己手动去做。当然这么说不是说我经常去设攻别人，去这个骗别人来点我的链接等等，我是很少做这件事情的。好吧，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款工具的具体使用方法。我通过这么几个简单的例子吧，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基本的使用方法。因为它看似这个功能模块比较多，但实际可用好用的，然后这个而且适合我们在课堂上做演示的这个场景比较好找的，还不是很多。这个我大概一会儿给大家逐项的说一下吧，主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好，我们先启动卡里。因为这个 SetRootKit 呢，也会用到 Metasploit， 所以我们也是先把这个数据库给起起来，否则在启动这个 Metasploit 的时候，这个会产生一些个这个不必要的报错。就我们先把这个数据库起起来，然后接下来输入 SetRootKit， 输入这个命令，然后一回圈，那么就进入了这款软件的一个这个界面。那么这款软件呢，我个人评价它变得这个作者，这个大卫肯尼迪先生吧，这个作者越来越啰嗦。那么这款软件里面的这个文字性的说明的东西是越来越长。我最早使用它这个早期版本的时候，就觉得它这种文字性的东西太多，然后后来发现一直在不断的增长，而且有这个越来越多的这种趋势。那么上面是关于这款软件的一些个这个介绍啊，然后它的 license 啊，用的什么 license 来授权的，然后当然这款软件本身是一个这个开源免费的一个工具的，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修改。然后下面提示了一下，说 SetRootKit 呢是用来用来这个学习，是这个是一个这个 purely for good， 我是一个纯好心的这么一个完全的好心，然后来设计的这款工具。我这个完全不是这个 evil 的，不是这个就是恶魔鬼的那种这个思路设计的这个工具。说如果你正在计划使用这个工具做一些个这个恶意的这个目的的话，那么是你自己负责去，那么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然后如果说这个干出坏事捅出篓子了，那别来找我，那是你自己负责的事情。说你是否答应上面这些个这个使用这个软件的一个前提的要求？如果你答应，那就 yes， 要用肯定得 yes 嘛。好，然后就进入了这款软件。那这款软件呢，全是一个菜单驱动的这么一个工具软件。菜单驱动呢，也就是全是通过这个选项，
1、2、3、4、5、6，你要做什么？1、2、3、4、5、6，你选哪个？我们挨个看一下吧。就是我们这里的重点就是第一项，也就是这个社会工程学攻击。那么这也是我们这一章在现在这一小节要给大家重点要介绍的。然后第二个这个选项呢，这里面包含一些渗透测试的工具。我个人觉得这里面的工具呢都没啥大用处。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第三方的模块，就是你也可以在这个大卫肯尼迪先生呢把这个 Cytokit 这款软件，它虽然是基于 Metasploit 这个框架的，然后它也自称自己的这款 Cytokit 这个软件呢也是一个框架，你也可以基于我这个框架再往里头添加自己设计的模块。当然现在如果我们选3进来呢，是默认情况下是什么也没有，没什么第三方的这个模块。我们如果现在想回到上一级目录，就这个主菜单这块的话，敲99就回到这个主菜单。对吧？这款软件的作者就是这个人，大卫肯尼迪。当然这个软件这个不是他写的所有的代码，他下面还有一个团队，他有一家公司叫这个 TrustedSec， 就是授信安全这样一个公司。然后第4个选项呢，就是升级这个 Cytokit， 可能最近它有一些新的更新了，对吧？你可以选4，但是这里有个但是，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现在是在Kali当中使用这款软件，我们不是单独安装，也不是去 GitHub 去下载它的源码下来去运行，我们是在Kali当中Kali当中默认就已经集成了这款工具。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建议大家使用这个4或者使用5这2项 update 的这个选项，因为这2个选项呢会去尝试连到这个 Cytokit 的这个官方站点，比如说 GitHub 它的这个官方站点上面去拿一些新的这个文件配置，但是这些新的文件和配置呢，有可能在Kali当中和Kali当中集成的这个版本呢产生一些冲突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怎么去升级这个 Cytokit 呢？是使用Kali自带的这个系统的升级，比如说 update、upgrade、apt-get、update、upgrade 这样去升级，而不是使用这2个菜单去进行升级。如果说你是使用其他的 Linux 系统，然后去这个 Cytokit 的官方网站去 GitHub 下载了一份它的这个程序代码来运行的话，那么那种情况下，我是建议大家是使用4和5来更新 Cytokit 的这个代码内容的。如果是在Kali当中，不建议大家使用这2项，有可能会这个弄出一些问题出来，造成这个 Cytokit 没办法正常使用。然后第3项没什么东西，4、5不建议大家用，所以这里面就剩了1、2、6了。6呢就是一个这个帮助文件，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帮助文件里面呢，它要不我说这个作者现在越来越啰嗦啊，他光感谢就感谢了这么一大堆的人 ，special thanks 就特别感谢下面这些人。那么其中呢就有这个大名鼎鼎的这个凯文·米特尼克。这个大卫·肯尼迪和凯文·米特尼克是很好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一些个安全的这种聚会上面，然后联合去做一些个演示啊，做一些推广啊。那么所以对于这个 Cytokit 这款软件呢，这个凯文·米特尼克也给了一些个 idea， 一些个 improvement， 也还做了一些个测试，帮他修复了一些 bug 等等的这样的工作。那么当然还有大量的其他的这么多的人，他都是需要去感谢的。所以这款软件也可以看出来，他这个要感谢的人很多，很多人帮他做了很多的研究，修复了很多问题。但是现在呢，直到现在这个 Cytokit 我认为还是一个还没有达到成熟阶段的这么一款软件。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3、4、5、6都已经说完了，没什么可说的。然后先来看一下2吧，对吧？不重要的先说了。2里面呢，像什么这个微软的 SQL Server 的暴力破解，然后或者是这个定制一些个 exploit， 那么暴力破解这个就在这个 Metasploit 里面也有相应的模块，然后我们就不说它了。这个如果说第2个说定义
定制一些个 exploit 的话，那么你看呢，基本上也是一些已知漏洞的一些个漏洞利用，比如说 MS08067什么这个 RDP 的这个拒绝服务，这就是这个 MS12020，然后这个 MyCircle 的这个一个身份认证 bypass 的一个漏洞，然后 F5 的这个设备的一个 root 身份认证 bypass， 这都是一些已有的漏洞的一些利用模块。那么就是我觉得没什么必要跟大家去更多的介绍。那么像这个就直接像这些，这基本上都是从这个Metasploit 里面直接拿一个模块出来，然后只是在这儿弄了个菜单给他们放里头，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意义，所以就这些我都不介绍的。所以这个第二个菜单我完全不介绍，而且它和我们这一小节要给大家说的这个社会工程学关系不大，它都是一些个已有漏洞的这个利用，这个关系不大，我们就不说了。这就出问题了，我重新开一下，重新运行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重点要给大家看的是这个第一项，也就是社会工程学攻击。哎，怎么变得这么慢呢？好吧，我们这里面这个也简单给大家先说一下，然后这个我不会把每一个都给大家做演示的。比如说这是第三方模块，现在里头也没什么东西。然后第10项呢是这个发这个欺骗短信的。欺骗短信呢，就是说你可以伪装成任何的这个发短信的这个电话号码，以任何人的这个电话号码的形式去发这个伪造短信，就类似于我刚才说我伪装成这个公安机关或者是这个法院的这个电话号码来给你发一个短信来这个吓唬你。那么当然这个模块呢，比如说我们要用这个模块的话，我们选10，我要用这个伪造短信的这个模块。然后但是如果用这个模块呢，那你必须得先去这个网站上去注册一个账号，而且这个网站上这个账号呢注册完之后，你发多少条伪造短信，那么都是按短信条数来收费的。那么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网站，你会看到这个你需要先注册一个账号，注册完账号之后呢，大概是每5条可能是6块欧元吧，就每发5条伪造短信是6块钱的欧元，大概也就60多块钱人民币，所以基本上是这个10块多钱人民币发一条伪造短信。但是如果对骗子的话呢，这个他想通过这个东西去诈骗到这个10万几10万，如果他能诈骗成功的话，这个成本能收回来，那么它是值的。那么所以现在它是一个收费的这么一个东西了，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好，我们重新回到这个顶级菜单这儿，然后先选1，选择这个社会工程学。哎，怎么今天变得好慢呢？平时没那么慢。然后 PowerShell 的这个攻击向量，也就是利用这个呢，如果选第9项呢，那么我们就是会生成一个 PowerShell 的这个一个脚本，然后如果把这个生成的 PowerShell 的脚本发给这个受害者，然后他们一执行就会产生一个反弹连接等等的这样一些效果，所以这个也没什么可说的。然后第8项呢是这个 QR code，QR code 呢也就是二维码，现在二维码都几乎泛滥的程度了，干什么都是一个这个都可以用二维码来做。那么它的这款软件呢，这个功能呢，第8项这个功能的作用呢，就是说它的目的是生成一个二维码，然后同时
绑定一个 payload 进去。这样的话呢，这个被害者他只要通过手机去扫描这个二维码的同时，就会触发这个 payload 执行，然后你的手机就直接被感染了。然后或者是从这个网上一个指定的这个 URL 去下载一个这个 payload 下来等等的。但是这个模块据我印象中好像是现在是有 bug 用不了。我们来试一下啊，这个8选这个 QR code， 选完之后呢，然后你可以输入一个 URL 地址，然后希望生成 QR code， 就生成二维码的一个 URL 地址。啊，他这儿会解释一下，说这个二维码攻击向量将创建一个二维码 for you， 为你创建一个二维码，然后这个不管你提供什么 URL， 它都给你创建一个二维码。然后当你这个生成这个二维码的时候，然后选择一个额外的这个攻击向量，在这个 set 这里面，然后部署这个二维码到你的这个受害者的机器上。然后比如说你在里头放一个这个 Java 的这个 applet， 然后这个再把这个二维码呢，这个通过邮件发给目标，然后这个 URL 呢，可能就是对应你那个就是含有漏洞利用代码的那个网站网址。然后当别人一扫描那个网址的时候，就会执行你那个网址对应的那个漏洞利用代码。我刚才说的好像有点乱，就是这个二维码对应这儿你要输入一个 URL 地址，这个 URL 地址对应的那个伪造的这个站点，那么这个站点上面呢就放了一个这个 payload， 就放了一个攻击向量。那么一旦这个有人去扫描这二维码，就会去下载它对应的这个 URL 里面对应的那个这个攻击向量，所以的话它就会中招。然后比如说吧，我们随便演示一个吧。我们现在没有准备有漏洞利用代码的这个伪造的这个站点的 URL， 那么我们就随便来一个吧。就比如说这个百度.com， 我这上不了网是吧？我的网络好像还没配好。OK， 弄好之后，然后我们比如说就百度这个 URL 吧，我们为这个 URL， 当然实际你要对别人做这个渗透测试或者社工的话，你这儿肯定得放一个对应了一个漏洞利用代码的那么一个网站，比如说把这个 browser autopump， 然后这个模块执行起来之后，生成一个对应的这个一个 URL， 然后把那个 URL 放这儿，然后呢对这个 URL 生成一个这个 QR code， 就是二维码，然后你再把这个二维码去邮件发给别人，别人拿到这二维码一扫描，中招了。好，那么它生成的二维码在哪儿呢？在刚才这个执行的结果这里面呢，它已经告诉我们说生成的二维码放在这个路径下了。比如说这个SetToolKit 在运行过程中呢，会生成很多中间文件，比如说我先生成一个 payload， 然后再通过邮件给它发出去。那么先生成的这个 payload 临时放的位置呢，这些中间过程文件就都放在这个你当前用户账号主目录下的这个.set 目录下。在这个目录下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它的这种过程文件、临时文件、中间文件。好，那么刚才我们生成的 QR code 呢，就在这个 report 这个目录里面，这就是 QR code attack .png， 然后我们把它拷贝出来吧，直接挪出来吧，move它到我的这个 root 主目录下来。好，这就是刚才我们生成这个二维码，然后它对应的这个 URL 呢，就是这个百度.com。那现在你拿手机一扫呢，就会跑到这个百度.com 上。那如果说它对应的不是百度.com， 而是你恶意定制了的一个这个
这个 URL 网站地址的话，那你一点就奔那儿去了，所以那上面就会放一些个这个恶意的攻击性的代码，别人一扫码就直接中招了。好，这是这个第8项，然后第7项呢，就是伪造一个这个无线 AP。那么这个呢，和我们之前几个小节我给大家介绍这个伪造 AP， 然后用 Metasploit 去这个执行那些 browser auto-pwn， 然后让通过我这个 AP 上网的人自动中招的那个其实差不多，所以在这儿呢我就不单独说它了，而且也需要提前手动的配置好 DHCP， 先安装 DHCP 服务，再配置好 DHCP 配置文件，然后再在这个伪造出 AP 来，然后等等吧，就是那些手动的工作，这个我们在之前的章节已经说过了，所以在这我也不多说了。然后第6项呢是这个 Ordinal， 基于 Ordinal 的这个攻击向量。Ordinal 是一个这个就那种这个做什么这个嵌入式开发一个电路板那种东西，然后我们可以基于它来做一些个嵌入式开发一些物联网的等等的一些个设备啊功能啊，可以拿它来做这些。我们这儿我手里没有这个电路板，所以也就没办法给大家演示了。然后第5项呢是发送大量的这个钓鱼邮件的，就是 mass， 就是发送大量邮件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然后或者第4项呢，创建一个 payload 去这个并且侦听。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完全就是这个 Metasploit 的一个功能比如说我们选一下吧，如果选4的话，那你选一个 payload 吧，这不就直接创建 payload 和 listener 嘛？比如说我们就最常选的呢就是 Windows Interpreter Reverse TCP 的，我们选2，我要用这个 payload， 然后你要设你的这个 payload 它的侦听地址啊，我要设我卡里这台机器自己的这个IP 地址，我现在的 IP 是多少呢？我现在 IP 是 21.31 21.31， 这就是我的 L port， 然后这个 L host 的 IP， 然后 L port 呢，比如说4444端口，然后它就开始去生成这个 payload 了。那么这和我们在 MSF 里面做的事情其实完全一样，只是我们在 MSF 里面用 set L host 等于什么，然后 set L port 等于什么，它只是把它变成菜单，然后以一个向导的方式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完成最后的任务。然后 Do you want to start a payload and listener now？ 就是现在你生成了一个这个 payload 了，这个 payload 呢就放在这个路径下，我们可以到这个路径下找到这个已经生成的这个执行程序了。然后那你执行程序下面你就发给别人吧，让别人去引诱别人去执行，别人一执行呢，他就会反弹来连我，因为我们选的是 reverse 嘛，反弹连我，那我这边还没准备好 MSF 还没准备好侦听呢，那怎么办呢？它这个向导连启动 MSF console 的这个工作也给你集成到这里来了。如果你选择 yes， 那就下面就是来启动这个 MSF console， 然后把我们刚才设的这些个 IP 啊端口啊自动的配置进去，配置完了之后启动侦听，在这等着别人来有人这个运行了 payload.exe 的时候，我就直接拿到它的一个 interpreter 的 shell。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use multi-handler， 然后 set payload 等于它，然后下面还会有 set L host 等于什么什么，然后 set L port 等于什么什么，然后再 set exist on session 等于 false， 然后 exploit control。之后我们这就是 MSF console， 我们就进来了，和我们手动去起 MSF console 一样。所以这个 SettleKit 它在做什么呀？它就是把这一系列的这个配置啊、这些命令啊，给做成了一个流程向导式的东西，引导着一步一步引导我们去输入相应的数值。其实我就说它其实这个我个人总是觉得这个东西意义不是那么的大，而且这款软件写的还好多有问题的地方，所以就没什么特别新颖的东西。然后第3项呢是这个感染这个媒体，这里面所谓的这个 media 这个媒体呢，其实就是一
些 U 盘呐、USB， 然后这个 CD 啊或者 DVD， 也就是你可以运行这个运行这个3这个功能之后呢，然后自动生成一个 autorun 点这个 INF， 然后这个放到 USB 或者 CD-ROM 里面，烧录到这个 USB 或者 CD 里面，然后这个当别人拿到了这个 USB 或者 CD 的话，往自己的这个计算机上一插一放，然后光盘就会有一个 autorun 嘛，它就会自动运行，一自动运行呢，就会激活我们下面要生成的那个 payload， 就仅此而已。所以那个其实呢，在去年有一部这个比较火的美剧，叫这个黑客军团。那么在那部美剧里面呢，曾经有一个比较经典的场景，就是这个黑客军团，我记不清那个主角叫什么了。这个和他搭档的，和他搭手的有一个女孩，实际呢是他的这个亲妹妹。那么他这个亲妹妹，他让他这个亲妹妹去帮忙，说他要去渗透控制一个什么，好像是个监狱吧。但是呢，他们又进入不了这个监狱。那么怎么才能够控制到监狱里的计算机呢？那于是乎，这个男主角的这个妹妹，那么他当然这个剧情当中，这个男主角的妹妹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这个黑客。然后男主角的妹妹呢，他想的办法就是说，我人进不去，我还找不到这个监狱系统的漏洞，我进不去，那我怎么办呢？那么他就制作了一大堆的 U 盘，然后这个 U 盘里面就放置了这个 autorun， 然后里面放了一个这个就是病毒体一个木马，然后这个只要哪台机器拿着我的 U 盘去一插，就会 autorun， 然后呢就这个病毒体就会被执行。于是我一执行，那么它就开始反弹 shell， 就弹到这个男主角的那个电脑上面，男主角就获得了这个监狱里一台机器的这个控制权了。所以那他怎么把这个 U 盘插到这个警察局的这个电脑上呢？他这个妹妹的这个做法，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很有趣了，就非常有趣。他怎么做呢？他做了一大堆的这个 U 盘里都放上这些东西，然后跑到警察局门口就满地乱扔，扔了一地的这个 U 盘，然后谁过来捡起来了，不小心捡起来了，觉得今天我运气挺好，捡了个 U 盘，回去看看吧，这个多少 G 的，是46 G、64 G 还是这个什么32 G？ 觉得捡了个大便宜。一般人都有这种占便宜的心理，一看捡了个 U 盘，那太高兴了，就回家往自己电脑上一插，说没准这 U 盘里还有一些什么这个不太方便说的这个不好意思的一些个图片啊，这个电影啊之类的。那么你可能怀着这种捡便宜的心理回家一插，一看里头没什么东西，然后就很失望的把它拔下来了。但这一插一拔的这个过程，你可能就已经被黑客控制了你的电脑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方式。包括在那部美剧里面，还有一个人，那么在大街上去免费派送，他说他自己是一个这个歌手，这个音乐爱好者，然后他自己给自己录的这个 CD 音乐 CD， 说这个满大街去免费派送，说他的目的说就是我是一个音乐爱好者，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都听到我的音乐。于是乎他就满大街去派送这个光盘，然后这个光盘其中一张光盘就派给了这个男主角的这个女朋友，于是乎男主角的女朋友的电脑就中招了，然后男主角女朋友在家里一些个这个不好意思的一些个这个镜头就都被人家远程打开摄像头就给看到了。所以这也是算是其中一种这个一个这个场景吧。但是这种东西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手动自己写一个 autorun， 然后把它给拷贝到 U 盘里面，然后再自己生成这个对应的 payload， 然后再把 U 盘拿出去去分发都 OK。 那么这个第三项它的作用呢，无非就是让你用菜单的方式自动生成一个 payload， 然后等会儿会提示你把 U 盘插进来，自动的把这个东西写到 U 盘里面去，仅此而已，没什么新鲜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说它了，就是它只是把那些个这个原本也不太复杂的过程又给它进一步简单化了，所以仅此而已。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几个，就是下面做2个演示吧。就比如说，再来看2吧。2呢是这个 Web 攻击向量，就是基于对 Web 的攻击的。然后在这里面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个这个吧，就是 Credential 的 Harvest 的攻击。那么比如说现在我们想偷一个人的这个淘宝账号的话，淘宝账号密码的话，那么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网站的登录账号密码的话，那么有一种思路就是我破解你的账号可能破解不出来的话，那我就伪造一个目标网站的这个页面，把这个伪造的页面呢和这个真实的网站搞得就是几乎完全一样，甚至就是彻彻底底从这个界面上是完全一样。然后呢，这个骗这个被害者来看到我这个页面，给他发一个 URL， 然后让他一点开呢，一看哦，就到了这个淘宝的网站了，然后或者是到了什么这个一些个电商网站的这个登录界面了，然后他可能就如果不仔细看这个 URL 地址里这个域名的话，可能他只看到登录的账号密码这个窗口的话，直接就把自己的淘宝账号或者网银的账号密码就直接敲进去，一点提交。那么提交的过程，那么实际上呢，可能这个提交的结果就是直接提交到了我们卡里这台机器上。因为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淘宝的这个网站登录页面给它复制了一份放在我卡里上，然后诱使你点击放在我卡里上的这份拷贝的淘宝网站的这个首页面，然后呢当你看到了这个首页面，如果没仔细看这个 URL 地址是什么的话，那么你就直接把账号密码输完之后就提交给我卡里这台机器了，于是乎我就获得了你的账号和密码。那么这是一种。那么如果说这个配合，我们刚才说这个域名这儿可以发现这个它不是真正的淘宝，但如果再配合 DNS 欺骗的话，也可以让这个被害者看起来这就是访问的淘宝，然后也是淘宝的登录页面，他就没什么太大的怀疑了，就顺理成章的把他的账号密码就告诉我们了。所以下面呢，我们就来做这么一个演示吧。比如说这个3，有 Credential Harvest， 就是用来收集这个 Credential 身份验证信息的。好，然后呢，我们说我们先去这个打开淘宝网站，然后再去给它做一个这个拷贝的话，整个页面保存下来再放到我们的这个卡里的 Web 页面上的话呢，那么可能会效率比较低，然后都是手动操作。那么其实这个模块里面就默认集成了说拷贝网站的这么个任务。比如说淘宝的这个，比如说淘宝的这个，我们重来一下啊，就是刚才有点选乱了。比如说我们回到顶级菜单下，先选社会工程学1，然后再选2，这个 Web 攻击向量，然后再选3，就是收集 Web 的这个身份验证信息的这种攻击，然后呢再选2，就是克隆一个站点。克隆谁呢？在这儿输一个这个URL 地址，比如说我们输这个淘宝的这个登录页面，这是淘宝的登录页面的 URL 地址。嗨，我又敲错地儿了，我把它重新关了，重新打开一下吧。这个稍微有点乱啊，重新来。我们先选第一项社会工程学攻击，然后选第2项 Web 攻击向量，然后选第3项这个 Credential Harvest 收集身份认证信息的，然后再选第2项，我们来通过这个 Set2Kit 自动的来克隆淘宝网站的这个克隆淘宝网站的这个登录页面的内容。然后克隆完了之后呢，那么你要把这个下面这是 IP 地址 for post back in harvest， 就是当你要收集这个被害者提交给你的这个账号密码的时候，你把这个信息发给哪台机器呢？我们就肯定用来收集这个账号密码的，那就是我这台卡里这台机器了。所以在这里把这个我卡里这台本机的 IP 输入进来，然后呢再输入一个，这儿是你要克隆哪个这个 URL 地址，我们要克隆的呢是淘宝这个 URL 登录页面的 URL 地址，我们把它 paste go，
这是淘宝的这个登录页面的地址。当然这儿你可以二维码扫描登录，也可以是这个用户和密码这样登录。好，我们要克隆的就是那个页面。然后呢，这个 Settlecate 呢，它会在本地启动这个阿帕奇。大家稍等我一下。好，我们回来继续啊。那么刚才说到哪儿了？这个 Settlecate 呢，它会自动的启动这个阿帕奇，然后把从淘宝的这个登录首页保存下来的这个页面的内容，都放到阿帕奇这个的这个 Web 主目录里面，然后让别人当通过访问 1.2.168.21.31 的时候，能够访问到我保存下来的这份淘宝的首页登录页面。好，那我是否要这么做？然后我回车是 yes， 然后它现在就自动的去启动我的阿帕奇服务了。启动完之后呢，然后它告诉我们说，请注意所有的输出，也就是我收集来的用户输入提交给我的这些个账号密码信息，都放到这个阿帕奇目录下的这个 harvest 后面跟上当前日期这个文件里面。就这是我们用来这个收集身份认证信息、账号密码的这个收集下来的文件，最终的结果都存在这里面。然后它自动的把这个克隆下来的淘宝的这个登录页面都放到了这个路径下，这是我的这个 Web 的根目录。然后 Credential Harvester is now listening below， 就现在已经开始侦听着了。那么如果说你现在骗一个受害者，说这个骗他点到了这个 URL 地址的话，他一旦打开一看，哦，淘宝网。但是如果他不仔细看这儿的话呢，就以为是淘宝网。你看，哦，这还有这个登录页面，然后这可以输账号密码。那 OK， 我输个账号吧，比如说这个 YUNFH， 然后密码是 password， 然后点登录，弹了一下，没什么变化。然后呢，我是不是刚才输错账号密码了？如果我再去输入账号密码的话，大家注意看这里，它已经第一次你输入账号密码的时候，它是收到我的 21.31 这台机器里面。收完之后呢，那我肯定是 21.31 是不知道你的淘宝账号的正确的账号和密码是什么的。于是乎呢，它就给你做了一个跳转到真的这个淘宝的这个登录页面上去。你第一次输入没进去，你可能怀疑刚才我输错了，那你再输入一遍呢，这个账号，然后这个密码，敲完之后一点登录，那么这回因为已经跳到真的淘宝的这个页面上了，你再点登录，那就可以登进去了。那你就认为是刚才我可能不小心输错密码了，你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怀疑。但实际刚才你没输错密码，只是输给了那个攻击者的这个电脑，也就是卡里这台机器。在卡里这边这个监视页面下，我们就看到了刚才收到的信息。这个 username 是 YUNFH， password 呢？哦，对了，这个淘宝的这个 password 它不是以这个明文形式传输的，那么它也是先经过了一道加密，加密完了之后才进行传输的。所以在这儿我们虽然收到了，但是还是一个密文的形式。所以呢，这种方式呢，它是通过网络传输过来的，而通过网络传输过来呢，都是经过淘宝的这个一个提前的加密才传输过来的。所以这种和这个键盘记录器还不一样，键盘记录器能直接记录出来它的这个明文的密码，但是这种网络传输的呢，因为它提前做了一道加密，所以这个我们收到的也是这个加密之后的这个一串字符。好，那么这个没看到这个明文，不过没关系，我们下面看一个能看到明文的。我们刚才这个说它生成的这个克隆下来的这个页面呢，都放在这个路径下。我看这个 index.html， 那么这就是这个刚才我看到那淘宝首页的
这个页面的这个代码。然后post 我们通过表单提交上来传输上来的那些个用来接收数据的页面呢，就是这个 post.php， 它接收下来的数据存到哪儿去了呢？存到了这个文件里面，就是 harvest 这一串。我们可以 cat harvest， 你看这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 settlecit 里面看到的那些内容，用户名，然后这个加密之后的这个密码，就是这些东西。好，那么为了不影响后续的这个实验呢，我建议大家在做完一个用 settlecit 的时候，做完一个演示之后，那么把之前收集和克隆的这些页面的内容呢，都给它删掉，让它没有，否则的话，之前生成的这些文件有可能对后续的实验操作的效果会有一些影响。而且大家另外要关注一个地方，就是这个.set， 就是你主目录下这个.set， 它会生成一大堆的这个中间文件、过程文件。每做完一个这个功能的演示和这个操作之后，我建议大家把这下面的东西也都清了，就是都清了没关系。下一个演示它会又生成新的这个临时文件，否则的话有些情况这里面的这个文件多了，就会产生一些混淆混乱。好，那么刚才我们看到淘宝呢是一个这个加了密之后的一个密码的形式。那么我下面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网址，这个网址呢，我首先声明，这不是我这个有意对这个目标公司、目标服务器有什么这个想报复、想有意见等等。那么这完全就是我在网上随便搜了这么一个有登录页面的一个网页。那么这个网页的账号密码呢，一会儿我给大家用来演示的话，大家可以看到，通过 settlecit 就可以收到这个明文的，因为它这个密码这一块就没有做更进一步的一个加密。好，那么下面我们就不以淘宝来说了，以这个页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还是选择刚才这个web tab， 然后3 credential harvest， 然后还是克隆站点选2，然后呢把收集到的信息传给谁呢？ 21.31。 OK， 那 URL 呢，要克隆哪个 URL 呢？就是克隆这个 URL。 好，回车之后，我这个现在已经开始 listening OK 了。然后下面我们就来访问 192.168.21.31， 你回车看，哎，这个页面就变成了它了，就变成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然后我们输入 admin， 然后密码是 admin 123，这还有个验证码就克隆过来了17084。好，点马上登录，还是闪了一下，然后又重定向重定向了一下，弹到它真正的登录页面上去了。对，它都是第一次输入错误账号密码之后呢，它让你以为是你不小心输错密码了，然后它重新来个重定向，重定向第二次就弹到一个真实的这个 URL 地址上。对，你再一次输入对了，那么你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怀疑。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你第一次输入账号密码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被我这边收集来了。好，这就是这个harvest。那么在这个 web 页面 web 目录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收集下来的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把这也 RM 了都删了。然后这回再看这个.set 目录下呢，又生成了一堆这个中间过程文件，我们也 m-f 行，都给它删了，又没有了。好，这是关于 web 攻击向量这块的。那么除了这个 harvest credential 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么我就不逐个给大家做演示了。那么也大体上都类似，像这个 Java， 那就是生成一个 Java 的这个程序，然后它也把它自动绑定到一个 web 页面上。当你去访问那个 web 页面的时候，这个 Java 程序就会要求执行。那如果你允许它执行了，那么就会产生一个反弹 shell， 然后我这边又拿到你的这个控制权。所以这和我们利用这个
这个 Metasploit 里面的一个漏洞利用模块，然后生成一个这个 URL 地址，等待客户端来连我，然后去获得它的控制权是一样的。好，那么我们再看另外，再给大家演示一种类型，还是这个这回就不是这个 Web 攻击向量了，这回我给大家演示一个这个叫做钓鱼分发钓鱼的这个攻击向量，选第一项。然后呢，接下来我们选这个，你可以利用这个向导，我们就说称之为向导吧，就这个 SetToolKit 基本上都是一路向导。利用这个向导呢，我们可以向这个目标这个邮箱去发送一些个钓鱼邮件。那么你如果说想对很多人去同时发的话，你可以选第一项，就实行 Mass Email Attack， 就是多个这个 email 地址的这种攻击。然后第二项呢是先创建一个 payload， 创建完这个 payload， 然后再发邮件，把这个 payload 以邮件附件的形式发出去，让这个收件人能够收得到。收到之后呢，他一打开附件，那就中招了。然后第三个是呢，你可以创建一个模板，然后利用这个模板，比如说一个这个邮箱模板，然后这个下回你再发的时候，就利用这个模板，把这个邮件怎么写，然后这个附件怎么去附加，然后怎么去发，就做成一个模板。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我们选第二项吧，就先创建一个 payload， 创建完这 payload 之后呢，再把它发到一个或者多个 email 邮箱地址里面去。好，我先选第二个。然后这下面呢，就是你既然选说我要发一个 payload 出去，那你这个 payload 要利用一个漏洞啊，这个利用哪个漏洞呢？这些都是这个 MSF 里面有的这个模块，漏洞 exploit 漏洞利用模块。然后我们随便选一个吧，比如说这个 PDF 吧，就 PDF 内部内嵌了一个 EXE 执行程序的这个 PDF， 我们生成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以邮件附件的形式发出去，发给这个一个邮箱地址。那么我们就选13 OK， 然后你是使用自己的这个已有的 PDF， 还是用这个 SetToolKit 里面默认集成的一个空白的 PDF 呢？那如果你有这个更具有伪装性的，比如说是一个什么这个公司的比如说上半年的这个销售报表这么一个 PDF 伪装的这个让这个被害者看到之后呢，也会以为这是一个真的这个上半年财务报表。我们这儿就选2吧，因为我没有准备 PDF 文件。然后你最终运行的这个 payload 是什么呢？这个还是 reverse TCP meet-writer。然后当这个 payload 执行反弹连的 shell 连哪个 IP 呢？ 192.168.21.31。然后这个反弹连哪个端口呢？那么它建议我们这个 SetToolKit 默认建议我们使用443端口，而不是我们习惯的4444，那个端口太引人怀疑了。好，反弹连443，然后它下面就来生成这个 payload， 就生成一个 EXE 的这个生成一个 PDF 的这个文件。然后说这个过程呢，等待它生成，这个过程有点痛苦，但是呢你也就忍着点吧。好，马上应该完事儿了。生成完了之后呢，它会生成一个叫做 template.pdf 的这么一个文件，然后你可以就直接用这个文件名去发出去，或者是这个重命名一下这个 template.pdf。那么如果说我们重命名一下，重命名成一个什么 office .pdf 吧，假如说吧，就命名成。当然你把这文件名起的要更加具有这个迷惑性一点，然后你把这个文件作为邮件附件发给一个地址还是发给一堆地址，我们这就发给一个地址吧，1。然后 Do you want to use 预先设定好的一个邮件模板，还是用这个自己新建一个邮件模板？这邮件模板就是说这邮件内容写什么，那么我们可以用它一个预设的吧，就用第一个预设的模板。
这儿 CytoKit 里面默认有这么几种类型的这个邮件模板，比如说 Baby Picture， 说以这个模板，那么这个模板里的内容可能就是说，你看这是这个我家宝宝的这个照片，可爱极了，然后大概是这么一个内容吧，就反正每一种模板就是一个邮件的一个格式，以及一个邮件标准的这个内容形式。比如说这个什么状态报告，比如我们选这个，这是这个上半年的这个报告，然后发给谁呢？比如说我们发给这个房红院163.com， 这就是受害者的那个邮箱，我们要发给他。然后你是使用 Gmail 账号来进行发送，因为发送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这个邮件服务器，你要么有自己的邮件服务器去做这个邮件的发送，要么是使用一个 Gmail 邮箱账号。因为我们在国内用不了 Gmail， 不翻墙的话不行，所以我们就使用自己的一个邮箱服务器。然后 from address 就是这个邮件当收件人看到的时候，它的发件人会是谁呢？我们说比如说是这个 admin at google.com， 就是说他收到这个收件人，就是这个收件人他收到的邮件看到的这个邮件发件人呢会是这个地址，这个邮箱地址。然后这个发件人的姓名呢，那么比如说叫张三李四王五或者 Michael Jackson， 我们就随便写了，就 admin 吧。然后这个 username 这个 open relay 就是邮件传输的这个中继服务器的这个用户名。如果是 open relay 的话，我们就 blank 就空白就 OK 了，直接不说。然后密码 open relay 的密码，然后你的 SMTP 服务器就发邮件的这个服务器是谁，我们就可以写192.168.。我现在这个内网里正好有一个这个 SMTP 服务器，所以我把我的地址写在这儿。如果大家自己没有的话，可以在这个卡里本机上装一个这个 SendMail， 用它来进行邮件发送。我就用我现有现有的这个邮件服务器了。然后邮件传输的端口25，然后是不是要把这个邮件设置成高优先级啊，让人看到了引起注意啊？ Yes， OK， 这样的话呢，我这个邮件就要通过这个邮件服务器以他的名义去发给这个被害者。怎么这么慢呢？看我能连上我的这个邮件服务器60.100，可以连。OK， error， 不能 deliver 这个邮件，然后返回的消息是下面的 is likely due to 附件不合法 illegal attachment， 如果使用 Gmail，这个应该是163的邮箱，这个邮件服务器拒收了我这个邮件，他认为我这个附件是不合法的，可能他认为是里面是有病毒或者是有木马，他发现了这个问题了，所以给我返回了一个550，拒绝接收我拒绝给我发这个邮件，因为我要拒绝接收我这个邮件，因为我要发给163上的这个我自己这个邮箱，所以他拒绝接收我的邮件，他判断这个邮件附件有问题。这说明163的邮箱服务器在安全性上面检测还是不错的。那么既然我没办法发没关系，我们刚才说刚才生成的这个 office.pdf 呢，它是个中间过程文档，那么它会放到我们这个.set 目录下，那么下面我们就直接把这个 PDF 文件呢拷贝到一个目标机器上去执行一下，执行完了，那么它就会触发这个里面包含的那个 exe 的执行程序，然后它就会反弹 shell 连我。那反弹 shell 连我的时候，我这边还没起这个真听呢，但是这个 CytoKit 其实已经提示我们了，说现在是不是要起这个真听呢？
我说 yes， 现在我这儿就起这问题。好，他就又把这个 MSF console 给调出来了。好，他在这边起 MSF console， 我们就把这个 office.pdf 拷贝到一台这个，我先把它拷贝到我的 web 目录下，然后拿一个 XP 的机器来去打开它。var 3w_h_ml 好，拷贝过去，然后打开一个 XP 的电脑，这上面还没有 PDF 的阅读软件，那么因为它也是利用到一个这个漏洞的，所以我们还得装一个有漏洞的版本的这个 PDF 阅读器的这个软件，叫 Acrobat。好，我们先把我的物理主机的地盘共享给这个虚拟机，然后 VBox SRV 访问这个 Acrobat 的这个目录软件 Acrobat Reader， 这是需要一个有漏洞版本的这个 Acrobat Reader 的这个安装程序。这个安装程序在之前的章节里面，其实我给大家演示使用过。好，稍等啊，这个马上很快就会安装好。好，下一步安装。好，刚才是个解压的过程。好，它在这边安装着，然后我们去把那个 office.pdf 给它下载下来。我们要访问 1.2.168.21.31， 访问它下面这个 office.pdf 文件。好，我一访问那个文件呢，就它让我放到桌面上保存，好，直接就给打开了。好，打开了，我们看这边 listen 已经是 listen 好了，OK， 已经打开了，那怎么没触发漏洞呢？我们再重新打开一下。不对呀，我们这样，先点右键把它给存下来，存到我的桌面上来。好，关闭。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好，我们这个打开这个 Office， 保存是替换。没触发这个，是不是有防火墙的问题？我们先把这台机器的防火墙关一关，然后重新来执行一下。网上邻居。好，然后把这台机器稍微的重启一下吧。
重启完了之后，重新来执行这个 PDF 文件。好，重启了之后，我们看卡利这边是已经准备好了的，现在还没有获得一个 session。OK， 但是真听已经是启动着的了。然后我们现在来运行 Office， 还有点打开。然后我们这个是在运行它里面绑定那个执行程序。好，我们点打开。刚才我们点右下角这个打开按钮，应该是这个允许它执行那个执行程序。刚才当然这个打开这个 PDF 的文件的时候，它会跳出这么一个奇怪的窗口。那么如果说你的安全意识不强的这些使用者呢，他这个觉得看到什么都点确定，都点打开的话，那么有很多这个计算机的这个基本的普通的这种使用者，那么都是这么个习惯，一看到确定就点确定，然后看到有打开就点打开。总之最终他能看见这文件内容，他认为就一切 OK 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因为他点了那个打开确定，那么这儿一个 session 就 OK 了 ，open 了 session 杠 I1 get UID OK get system OK system 权限就拿到了。对，这就是这个社会工程学攻击它的这么一个场景。当然其实这跟我们之前的章节给大家演示的这个用 Metasploit 来直接实现这个过程其实是差不多的。那么只是说这里呢把这个 PDF 和这个执行程序给它捆绑到一起来用了。当然这个东西呢，这个 Office 这个程序呢它是利用了我这个客户端的这个 Acrobat 的一个漏洞。如果说我现在把这个 Office.pdf 拷贝到我的物理主机上，如果我在物理主机上来打开它的话，我们看一下，因为我物理主机上现在没有装 Acrobat Reader， 没有这个漏洞。没有这个漏洞的话，那么如果说我在我的这个 Win10 的物理主机上运行这个 PDF 的话，因为我没有这个漏洞，所以它也没办法执行，所以应该不会产生一个新的 session。所以我们来试一下，验证一下我们这个观点。那么我们打开我物理主机的这个 D 盘，找到 Office。这个 Office.pdf， 我们双击它 ，OK， 打开了，没问题。但是我们看看卡里当中有出现一个新的 session 吗？并没有，还是刚才那一个 session。所以这个它也是利用了这个 Acrobat Reader 它本身的一个这个漏洞来执行的这个执行程序。好，那么关于社会工程学呢，也就给大家就说到这么多了，然后其他的呢，我也不再给大家做更进一步的演示了。那么 Settlekit 这款工具呢，里面模块看似比较多，然后使用菜单的这个驱动向导驱动的方式，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这款软件还是有进一步需要完善的这个余地和空间，所以并不是非常完善的这么一款软件。大家如果自己使用过程中发现哪个模块使用不通的话呢，那么也别太纠结，就是有些地方是有问题的。好，那么我们说这一章的内容呢，就是关于 MSF 这一章的 Metasploit 这一章的内容，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然后从下一章开始，我们将给大家介绍简单介绍一些个关于计算机审计方面的一些基础知识。然后那么下一周我们这一门课历时1年多以来，我们这一门课就马上就要结束了。好，我们下周见，谢谢大家。